回到 TVBS 战情室，我是节目主持人。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法委员沈富雄，前立法委员郭正亮，资深媒体人黄伟汉，立法委员赖世宝，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立法委员陈婉慧。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诺鲁哦，在我们的大选之后，立马跟我们断交宣布跟我们断交，以至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友邦只剩下12国。去年10月，其实诺鲁就有出现警讯呐。大选当天13号当天还有致贺电给赖清德结果2天之后断绝关系。真的是真心换绝情。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国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人口只有12500人，面积21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小的岛国。小虽小，也是一个国家它的收入有80%仰赖外援是跟我们中华民国曾经建交又断交，2度断交过那看看蔡英文总统执政之下，我国的邦交国不断的断到现在，从22国到变成12国。马英九时期掉了2国，陈水扁时期掉7国，对不起，掉6国。所以你看到这个蔡总统的任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邦交国一直减少呢？来看看。拜登派遣的高阶代表团15日访台之际，诺鲁宣布与台湾断交。佩托雷 IT 主席罗森伯格这样说 While the government of Nauru's action is a sovereign decision, it is nonetheless a disappointing one. The PRC often makes promises in exchange for diplomatic relations that ultimately remain unfulfilled. 只是诺鲁也是第一个我前邦交国引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作为与对岸建交的理由。UN Resolution 2758 did not make a determina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does not preclude countries from having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with Taiwan, and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It is disappointing to see distorted narratives about UN Resolution 2758 being used as a tool to pressure Taiwan, limit its vo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influence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只是罗森伯格也不断强调美方这个立场。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lear on our policy and our priorities regarding Taiwan. We are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6 assurances. 只是诺鲁被北京挖走，美国也面对第2岛链，自2019年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后，再度出现破防。The United States has substantial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n maintaining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You've seen the administration take some substantial step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pecifically with Pacific Island nations, to increase and expand engagement. And I expect those efforts to continue. 诺鲁跟我们说再见的同时，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是发文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下届总统。这是菲律宾政府非常罕见发贺电，面对中共势力的扩张，区域民主阵营伙伴的动向也被放大检视。什么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呢？我们来看看，在这里红线画出来的地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在1971年做的决议，并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的组织以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而去。这是诺鲁这一次跟我们断交拿出来的一个理由。他说他根据这个决议文。来，沈大佬你怎么看？28决议文啊，诺鲁怎么会懂得写呢？那老共帮他写的那所以呢，这个美方还为我们反驳，这个太好笑了。不过像诺鲁这种断交的事情啊，台湾人民已经无感了，爱登的登，爱了的登所以像柯 P 说这个。我们应该停止这样的恶性竞争，我不同意柯 P 的讲法。他说邻国都没关系，这个既不是竞争，这哪里是竞争？他要就拿走了他不要才留给我们，然后每次背后撑腰，那我们付钱，是恶性吗？既然不是竞争，也没有良性，也没有恶性，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年头有很多妹啊，就是10根指头挂了10根戒指，然后呢这里挂2个耳环，12个，但是诺鲁断交以前是有13个，所以肚脐眼再挂1个。所以一共有13国，一共3个。那老共现在不爽就可能拔掉1个，我不晓得他拔掉的是手指上的戒指，还是耳朵的耳环，还是肚脐眼上的耳环，没差啦。
爱绑的绑，爱退的退，都无要紧嘛。你想诺鲁这国家是处于里头，你知道，它整体大小是兰屿的一半。以我走路或者是轻跑步的速度，我绕一周啊，2个小时。但是我不能太靠海岸，因为它涨潮退潮啊。它涨潮的时候，土地面积就小了，就不用2小时。但是我不小心会掉到海里头去啊。所以去了这些国家，13000人，连首都都没有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国家并没有在诺鲁设大使馆，根本就没有。那我们就是挂这秋季是拿来喝看白水心肝来安慰各地。我每次看到因为这种断交的事情而吴钊燮大发脾气，我就觉得好笑。吴钊燮，你吃个大汉啊，吃个这老啊，做一个台湾那个部长啊，为了这到底你是真正受气还是假样受气？你若假样受气你白费力气；你若真正受气，是有够戆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其实像政治大学啦，很多我们的学术团体其实都有相关的科系，都有讨论到底如果台湾的外交降到0邦交国的话会怎么样？大部分的结论其实说也无所谓啦，也无所谓。所以就好像现在民众党的党团8个重要吗？8个比以前5个厉害哦。现在我告诉你，你只要让他们的这个院长的选举只要3个就够，你知道就。5席拿出来分，让他们56比56，然后他3席之后，你想爱这院长，所以这个我们到底是要0个无所谓，还是留下1个，还是留下3个，还是要聘留12个？我跟你讲，你尤其是国民党的你们不要跟进在这一方面讲这种这个蓝绿都一套的同样的话。这是老美的把戏，老美跟老共默契之下的老戏，你再摇头，国民党就没有未来了。来，我再讲一下，很多大概讲话我是拍这个吐槽啦。大概比如说他常常讲说，我的文山区是不是舒适选区？我三卡都嘞，三卡都里面赢，你看台北市三卡都赢，你讲，讲票愈来愈少。不要紧，来，我要提个东西邦交国是0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呢？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啦，就不是一个国家。你说有实质关系？来，老沈，请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国际关系有什么地方很好？有没有 IKEA 不能加入？你讲这CPTPP 不能加入，SEP 不能加入，人家要 WHA 列专场，世界卫生大会，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去，我们走不出去。我们现在是什么？你是被吴钊燮给你吃迷幻药，吃个利用叫重大的毒攻你看英国的什么来这里访问，退休的什么这个官员来这里访问，美国的什么来这里访问，你各是个按照这实质外交不是按那我们要最好是承认。所以讲，你以前讲过一句话，你讲叫美国承认台湾，这个绝对赞成。你就是按那才是国家嘛，你上就要有一个国家，这个物件，我咧讲这个话我跟各位报告他刚刚举的例子老沈刚刚举的例子要跑2个小时我举个例子，有人就告诉我，赖委你不要这么生气，诺鲁它的面积21.3平方公里我文山区，我谁在31.5平方公里了，人口它1.1万，我的人口26万。我的里面，我的领土比他们还多很多，所以你看，他就说你夸亏了，就有点类似老沈的看法。我觉得不能够变成0这样子。我最后一句话一定强调的，这个跟蓝绿都没有关系。大家要认识一点，我们的国际空间绝对建立在平稳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越不平稳，我们没有国际空间。有的话就是国际的一些好朋友来台湾这里，我们买单。然后创造那大做大内宣，有没有？来，亮哥怎么看？你赞成吗？赞成什么？就诺鲁那么小，算了，没关系。几个秋季各种诺鲁拔走没关系。诺鲁不是台湾的问题吧？是他自己要钱呐。因为诺鲁本来就是靠外援撑的国家，那联合国他要申请各种钱，都要中国点头这很现实啊。那他现在需要的钱更大。不是台湾人负担，是让他2年前11月，就2022年11月来过台湾有对总统那个时候蔡英文怎么说？这是我们最近的最佳伙伴。那个诺鲁总统跟蔡英文说，
那个台湾有如我的亲人。我跟你讲，这种国家啊，你有听听就好了。是亲人毛救急你妈露露啊，你骂成这样，我跟你讲的那么小那么可怜，讲什么话都可以原谅。我跟你讲哦，事实上这个真的没有面子是美国跟澳洲了，这是他的地盘。对，那结果他就当着你那个美国代表团来台湾的，就隔天，对，到飞机刚降落，隔天就跟你宣布断交。所以打脸的是打美国代表团的，是打美国的脸。来，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那有些邦交国它需要的就是金援，那中国大陆可以出比中华民国更高的金援的这个援助，它就会被挖走。我们的友邦从我以前在跑新闻是20几个，更早之前还更多了哦。一路到现在，蔡总统确实调了很多，已经现在12个国家了。可是这个就是两岸的外交的竞争。马前总统时期的话，外交修兵就没有这个问题。唯一一个甘比亚共和国是那个贾梅总统阁下自己要断，他断了以后，中国大陆也没有跟他建交哦。隔了整整2年，到2016年的3月，蔡英文总统选举当选了，还没上任之前才接受，所以完全的主动权跟拒绝权都在中国大陆。那这一次他只要花钱，但我不会去怪罪诺鲁啦哈，可能在座只有我去过诺鲁哈。那它是个很小的国家，就像刚刚大佬讲的，它只有这个21平方公里，2万人，只有13000，对，非常小。但问题是，他过去也确实在国际的场合，在联合国帮我们讲过话，那现在分开了，我觉得也不用再去分手不出恶言。但是呢，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要的是基础的建设、金援，我们能给，就对方给更多就被挖走了。那往上走呢，总有一天，像我们先前断了这么多国家，多米尼加他要什么？他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我们不在联合国里面，没有办法帮他讲话，多米尼加就跳了。有些国家 El Salvador 或者是这个巴拿马，他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还有呢贸易，甚至有的是要什么？要拉铁路。非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们能够带人去拉铁路吗？没有办法。我们国会有农技团，有医疗团，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给那些盖水坝啦、拉铁路啦。所以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要珍惜我们还有的12个邦交国。那美国现在看起来跟我们的关系是不错，虽然没有邦交，但至少美日跟我们的关系不错，也不用太过妄自菲薄。好，进一下广告。新制的一年期的义务役啊，明天就要登场了，25号就要登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役男就说，哇，这是史上最硬的，因为有留训、有补测加扣薪。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情形。1年期的义务役征集，首梯的役男在1月25号要入营接受入伍训练。你各位注意啦！兵役回归1年期，首批即将入伍。虽然薪水加不少，但丑话得说在前。对于检测总评不合格的役男，我们会对他实施1周的留训。那经过补测后，总评仍然不合格的，会不核发专长证书，也不得资领10800元。也就是想领1万多加给，得测验合格，不然就得多训练1周，再没过就要领本薪到退伍。而这回测验项目，不少时代眼泪全回来了。3天2夜的昼夜连续的综合战斗教练为检测的主轴。老兵听到一定很有感，这一年预计训练9127名1年期役男，入伍训8周，500障碍、震撼教育，甚至夜间射击等等，不再只有6发装子弹的卧射预备。确保役男的训练成效，针对各监训单位的教育班长有900余人。突然增加快1万人，国防部也要加强训练教育班长近1000人，补空缺。工作部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必须要以我们国人的生命安全作为一个第一优先的考量。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才下这样一个决策而先前国家情报国防部承诺改进检讨，未来也会 SOP 化，只要是飞航实体攻击或落于台湾本岛，都会发布国家级警报，而且警告讯息还会增加提醒民众要就地避难等字眼。台海周边的部分没有异常的一个针对性的军事举措。而原本每年例行的春巡战备，正好碰上国内选举刚结束，两岸气氛紧张下，国防部避免国际社会误会，特别把时间改至1月底。好，说到钱，大家真的都很计较哦。那义务役男
都想要看看自己可以领多少钱。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个训练要加强，说是史上最硬。可是如果你没有通过测验，你只能拿本薪6000多块钱。可是你撑过入伍的训练，每个月至少可以有26000。好，那多这么一些钱，你就愿意来当兵吗？甘愿多当8个月的兵吗？年轻人会因为钱变多了，都说好，我赶快去当兵吗？我们来看看，它有一些加级哦，其实是跟不同的兵种相关，包括你看到空降部队啊、高空排加级啊、特种勤务中队加级啊，还有一些是海勤。我觉得如果你是特殊的兵种，你就会多一点钱。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兵，也有2万多。重点是你要通过他的一些体能各方面的测验呐测训，就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一个很烂的兵，你要做一个好兵，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不过我们来看看，包括选前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卫星的警报引发争议吗？现在国防部说我们要放宽国家级警报的标准哦，不但是有飞航实体攻击，包括无人机啊或各种的实体的飞航攻击，我都会发警报。原来只有23项，现在要扩大，并且还会指引就地避难，可见他把我们说的都听进去了哦。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警报，觉得那个警报很烂，也没有告诉我们下一栋要做什么。那现在要加强，因为像是对岸的新版共军活动示意图也有一些变化。以前会详细的告诉你说，敌军来了中共解放军来台湾周边哪里呀侵扰啊，从哪里飞到哪里呀。现在看起来，他的活动情报开始变保守，讲的比较 rough 一点，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先请淑慧。如果说未来的这个国家级警报放宽标准的话，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动不动就会接到警报？那动不动就要去避难。事实上，我有一次很无聊啊，去查内政部所谓的我们的防空避难所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我要跑去哪里？有选民也在问我，就我一查，哇，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防空避难所。为什么？因为我们内政部，因为我们国家把我们自己大楼的地下室就是当做防空避难所。对，那请问一下。当我们如果真的未来发生战争或发生有一些什么这个飞航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躲在自己楼下就可以了吗？就安全了吗？这个是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哈。再来先讲到刚刚当兵的事情哈。之前蔡英文在宣布的时候他是怎么宣布法的？他讲的是说现在的兵役薪资过低，甚至还有人赔钱在当，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义务役的薪资结构，要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到后来跟基本工资接近，就是2万多。他让所有人以为说，好吧，那以后就去当兵赚钱好了，像工作一样，领基本薪资嘛哈。他们那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还要通过这些，要不然你还是领6500。我刚刚特别去找了蔡英文去年的谈话。他没有讲有监测这回事哦，然后现在等到真的要实施了大家都在想说，后来我可以这话嘛都要当了，你也没办法拒绝啊。但是很多年轻人心里想说，好吧，那就当领基本工资，当做去打工1年啊。结果我还要透过监测啊，要不然我只剩下6000多块。我在选前2个礼拜的有一个晚上大概11点多，就阿嬷很紧张打给我，她说透过好多人才终于问到我的电话，她就说她孙子接到这个兵役单的通知，问我说到底要不要去当兵？我说你可以不当吗？他说看我做会使不？我就跟他讲说，我建议你先做较好，如果两岸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应该做所以其实很多家长心里面是有恐惧，小孩子只会抱怨说当兵好辛苦，我要变成1年，我的留学，我的工作怎么办？可是对于父母来说，他担心的不是你辛不辛苦，他也觉得你去当兵变成男子汉加贺啊。可是他担心的是不是当兵，而是上战场。暐瀚的儿子就是94年次的就是义务役延长1年的首批役男。像我有当兵的像淑慧刚刚讲到，这钱怎么都不一定拿得到。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已经是美梦了。这么多，观众朋友，我帮大家算一下就从现在开始，我们新制是当1整年，对不对？那前8周的话是去做新兵训练，这8周是拿1万多块。完训的话，刚刚看到国防部讲，你下部队之后呢，可以开始1个月拿2万6，可是实拿你还要扣这些伙食，还有相关的这些就是扣一扣以后，实拿2万3，因为你都吃在军中，也住在军中，你可以10个月以后，你可以存多少？可以存23万如果都不花的话，对，然后呢，另外再加上前2个月的薪水，所以大概你当个兵可以拿到25万其他杂费我们不要管嘛，好，那25万1年，那你知道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当兵，亮哥还对不对？
那时候他讲说他还每天跑5000，我们是跑3000，怎么训练先不管啊。我们那个年代当兵一进去以后是这个二兵呢，当时我记得是5000多，还不到6000，一兵呢也是6000，所以就5、6千而已。你一年当完了多少钱？10万都不到啊。那现在是当完1年可以有20几万了。可是物价跟现在差很多吧？是，但是问题是现在年轻人。他基本上，我觉得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因为本来就是应该去做训练的。好，我们这样讲好了，两岸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你有去训练，你对于装备、你对于自救、你对于存活，你都会增加，而且这个基本上才1年而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走的制度，我还蛮赞成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其实最近有做一个撰文哦，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壮大台湾爱国力量。推进统一哦，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尤其是在我们大选之后，来先请教亮哥。这个国台办那个声明是类似的，国台办他就说2项选举显示，民进党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他只拿到40%嘛。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们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主要政党、团体、各种人士来接触。那当然就是指非民进党嘛。所以他这个意思只是进一步去定义了。他说对这个台湾方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反对台独分裂行径，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对啊，比如说国民党啊之类的。是安内吗？不是啊，不是啊，我说他定位可以接触的，他定位可以接触的政党，就是包括国民党。就寄望这个要统一的是吗？民众党两岸一家亲的，我们这个不公平啊，这样抹不公平。来，先请晚会先说。我先讲一下哦，这个其实我想就是因为这个总统大选之后。那赖清德他确实不是主流民意嘛，是拿到40%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止美国在第一时间做了，拜登做了相关的一个表态。那这一次中共这个是在他们的党刊里面、求是里面所出来的这个一段话哈。那我想这个还是要给赖清德一个讯号嘛，很清楚的讯号，包含这个美国的团来都是要告诉他，你要想办法让这一切都是稳定的。那包含讨论这个年轻人这个义务役要不要现在已经确定要1年的时间哈。我想这个层面大概有2个啦哈，就是说对于家长来说，家长当然非常担心，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自己在选当中也接到非常多家长的电话，他们就一直在问说是被卡在是被看我卡喝这样子，这确实是。那但是如果是家长有这样的担心，那年轻人到底怎么想？我觉得他们其实最担心的是这1年里面，除了会不会做就是打仗之外，其实这不是钱的问题而已，而是说他的时间对他来说，这1年他进去之后有没有在浪费时间？会不会叫他跑3000也要跑不跑？然后给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训练？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比较在意的部分。是。我先讲一下我60年前当兵的待遇啦。是。我那个时候就拿7000啊1个月。这么多。但是因为我有2种加级啦。除了医官加级以外，我还有海上勤务加级。他海军啊，海军医官。因为我坐船啊，都在海上跑嘛，哈。至于习近平、习大大讲的这些话，我觉得可以嘞，我不会生气，因为他说壮大台湾爱国力量，完成祖国完全统一，非常好，讲得非常好。你觉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这样讲？他还得了啊！这是他该讲的义务啊！是啊，这是他推给他国内人民的交代啊！咱台湾人民来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哈。那这次选举的过程中里头，台湾的爱国力量，我只看到一个，就是他的好朋友马英九，其他有类似习近平期待的爱国力量吗？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刚才说国民党这个是有一点，你要道个歉，你抹红抹的太过度了。前国民党的总统啊，对，那也不过只有一个嘛，所以我补你讲的比较清楚一点。那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的任内是看不到的。那未来。你看历史一个是时间的长河嘛，历史是经验的累积。你说30年、50年、80年，就跟买股票一样啊，有5年线，有8年线，有一辈子的命运线。那台湾到底会怎么样？你代志目前的代志处理得好，习大大讲什么免烦恼。来同意吗？立委委员。
那我提一下啊，他有一句话是讲对的，这个赖清德就那4成啊，不代表主流民意，这就是对的。他说有爱国力量推啊，我不知道他这句话当然是对内讲的哈。我要提一下，中国大陆一定要有耐心的。你想想，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分裂成几国啊？战国时代7雄，搞了几年了？400多年了才统一啊。对不对？台湾现在跟大陆分治多少？我们现在只有2雄，70几年而已啊，才70几年，在急什么呢？你的历史定位，你的历史目标，我觉得就慢慢的看整个的民意发展。其实，我相信，从我们这次的开票过程，大陆多少的网民翻墙过来看，看得津津有味。我在美国待的那段时间。我看了那些大陆来的学生对他们的选举只有兴趣，没错。我觉得我们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当哪一天他们也走向民选了、民主了，到时候再来谈这个事情嘛。才分裂73年，你跟留啥？这就战国西国霸你呢？麦金丢 ，be patient 啊！来进一下广告。选后的立法院是3党不过半，而且我们看到国民党已经要升为第1大党，不过关键的少数民众党现在提出了条件，我们来看看。我们再重申一次立场，改革比位置重要。高姿态抛出4项国会改革承诺，民众党出考题过关才决定立院龙头要跟谁合作。大方向我们的支持，我们希望跟民众党组成在野联盟。来监督赖政府。国民党团保持保留态度，毕竟民众党自提人选，几率人在。但战斗蓝的发起人赵少康表态力挺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改革4主张，还加码第5点，要让阳光不能只进国会，也要照进地方议会。只是党主席朱立伦都还没开口，怎么就急着表态？离党主席的这个距离啊，还非常遥远。那我只是觉得赵先生是快人快语，所以他是一个。媒体人，所以他对于相关的议题回应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国民党会以民意为依归，持续强化监督的力道，国会的改革，我们会走自己的道路。有没有要配合，现在还说不定。只是民众党提出改革其中一项，特别点名总统蔡英文曾经公开承诺要推动国会听证调查权，但完全执政8年，证明是张空头支票。民进党这球该怎么接？民进党愿意以开放政府的态度来跟各方合作。我觉得那应该都是假议题，重点还是在未来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谈判沟通的管道，而不是现在就用放话的方式，这样反而也是比较不恰当未来的合作的。民众党有备而来的立院龙头战考题，国民党、民进党看来还有盘算。好，你看到民众党他丢出了4大主张，刚刚我访问了赵少康哦，他说同意啊 ，OK 啊，同意。可是他加码再提出国政4主张，包括公开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刚刚我收到最新消息，好像疾管署下午开记者会了哦，也许在会中会公开。那另外还有包括要从严定预算法啦从严具体规定特别预算的适用条件，还有订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躺了7年了，不要再拖了。还有共同推动修宪以及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这一条是因为针对现在少数总统嘛你看只有40%的人投给赖清德，那意味着有60%的人其实并不赞成他的执政所以有国政4主张，未来立法院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人家民众党是出个旗，4条，老赵是太严肃了，选举都结束了，你真的正经八百的，还加那么多条，就好像一个拉面他加了一大堆东西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的回应就说这是要考虑这个候选人的适格性，而不是在一个政见发表，是那个也有问题。因为你看马卡锡做美国众议院的 speaker， 他投票投几十次那每次都要修改说你到底什么是你的优先法案，但是也不尽然是我们台湾的议长，但是我觉得去讨论到这么细，我们就上了民众党的当，因为昨天早上10点钟那个记者会其实很多人期待，大家都在等10点钟他要讲什么，他到底要考虑
然后进去整块分享他的行政权，比如说柯文哲来当卫福部长，比如说这个黄国昌来当法务部长，开始抓弊案，开始枪毙人，但是显然他不要，因为民众党把自己这条路切断了，他说这是分位置的事情，我们不做。好，那你就留在国会跟这个国民党合作。他也有保留，因为他不愿意跟国民党绑死死的，变成一个僵固化的朝小野大，所以他要自己来8席。我要看什么？看大野就加在一起，没大野就 no way。但是呢，他的昨天的讲法是说，他出了4个考题，让想要当院长的要回答。我跟你讲我开始听了以后，我也觉得民众党是好厉害，区几席还要出考题党的如果后来我觉得是我太傻瓜了，因为我一时我跟黄国昌跟那个柯 P 一样，我的性也比较急啦，这个性格太急处理政治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不好。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2个大党都不会这样理他，你这样理他，他拿翘你知道吗？所以呢，最后的结果不会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回去想，民众党的未来，这个也做给晚会参考了。民众党的未来可大可小，可好可坏，也可以稀松平常，也可以变成泡沫。但是我觉得民众党在未来1年到2年，最好的结果是发挥鲶鱼效应，因为他在里头你叮当。国民党跟民进党惊死啊！就是讲我若无较认真，无较拼命，你糟蹋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如果一改我昨天的乐观，而保持比较保守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民众党目前的处境，不小心的话，他会前后矛盾，顾此失彼，以小博大，眼高手低。他现在就眼高手低了，讲5、4张一大笔做未到嘛，然后呢，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大家讲贪名声呢，那可以做不半撇。你看他柯 P 在台北市做了8年市长，有什么成就吗？这个一演再演，8席的委员能够演的也只有双黄跟后面的主席，其他弄些的陪演的不，今天因为林胜宇不在场，我讲这个没有关系，要不然就得罪他老爸了。那最后呢，会疲态进入。无以为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照我这样讲的话，它就是泡沫。但是他如果演得好的话，让2个大党紧张，我们表现较好嘞，看来可以修理的到底，完全这个不能面对国人，那个它就是鲶鱼。所以它可以是鲶鱼，也可以是泡沫。先让晚会，对不起，晚会回应一下。我觉得谢谢大佬了那我自己因为也即将要下任嘛。那我觉得这个建议蛮中肯的。那4年前我们进到立法院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柯文哲就希望我们发挥鲶鱼的效应，那时候只有5席嘛，我们这一任只有5席。那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新的党团有8席，我确实觉得以他们昨天在党团召开的这样第一次的记者会，就是希望开始把一些诉求来丢出来，因为蓝绿一定会有所回应，我相信一定会有的那我本来在昨天我还觉得有可能会开放投票，但是呢，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这个我也跟他们大概做了一些确定但是我觉得以现在就是也比较大嘛，对不对？朝小野大的状况之下，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如果在新的这未来4年能够更顺畅的来推动相关的一个法案，跟提升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我是个人比较希望是和谐啦。所以我觉得蓝绿都是确实，我觉得没有我们一定要去卡什么位置，我讲白就是这样。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用一种让大家可以和谐，但是可以让民众党把一些他们在意的议题可以推出来。那委员，我强调一大重点是，他讲了4点，我通通答应，因为让他更透明、更阳光照更多进来，为什么反对？统统赞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里，国会自主啊，8年来蔡英文，国会是什么？橡皮图章啊！我看了一个，在上一届的时候看了一个台大的教授，环保专家，环保是响叮当人物，进到民进党的不分区里面，他的功能是举手，还跟我们打架，没错。你一个台大有名的教授去
用糟蹋个自己的立委，把自己践踏的这个样子。我教授出身，我觉得好难过哦。就曾几何时列变啊呢，国会完全没有自主。还有一个东西，什么样凸显？审法案是宪法给我们的权利，为什么一定要行政院版本我们才可以审？这个拿掉啊！你可以看哦，这一次赖清德后来讲的说囤房税，1年多前我们10几个版本呢，不审就不审了，为什么？为什么行政院没有版本？行政院不要，我们是橡皮图章。我觉得要当议长的人，要当这个院长的人，韩国瑜、游锡堃要讲国会自主，国会自主比什么都重要。是第二个，我认为白色的力量、关键力量可以发挥的非常淋漓尽致。比如说倒阁权，是我们现在差几席，1/3提案就可以成案了，绝对可以成案。他只要这个人提人不好，有什么问题，倒阁，然后呢，这个他再加进来就过了，换院长。当然他可以换院长以后，同时解散国会，我点来了哈。这个社会动荡很大，可是台湾，看你不，你在了哈。没看你对，很多会落选，最少有一些武器在这个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发挥大，真的回过来，我想一想，就是一个国会自主。台湾的立法院被行政院压的已经压了几十年了，够憋屈了。立法院已经被阉割很久了，被憋屈了。国会自主真的是这个首要之务，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我们来进一下广告。来，阿宝哥。插播一则最新消息，这是高端的争议。我们看到卫福部下午紧急开记者会哦，说要揭秘哦，就高端不用保存30年。我们来看看庄仁祥怎么说的。双方同意对机密性的资料的保密义务自合约签署日起满5年后解除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保密只有5年，并没有所谓的封存30年这个问题厂商已尽最大的努力而无法履约完成者，那政府同意已付的价金不退还，履约保证金可返还那这个是由政府承诺豁免厂商的产品的责任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基于这个扶持国内厂商提升疫苗研发及生产能力，那比照国际疫苗采购契约高端歹戏拖棚。不过这一趴我们还要谈另外一个人，他叫做卢秀燕，在台中这一次台中的立法委员国民党的部分选得非常好，于是很多人说哇，卢妈妈不得了，未来4年就看她了做完这一任的市长，可能会变成赖清德连任的最大威胁吗？两题先请教淑慧。有啦，这个高端的这个契约书公布在他网站上，只不过他放在最下面一个小小的链接，有什么秘密吗？对，还没有，我只打开第1页，还没有完全看到，有没有盖住？对，这个。不管怎么样为什么现在才公布？就是因为选完就算你们发现什么问题，我都生活看后问我都赢我那边弄。这当年阿扁不就是这样说吗？所以他现在就干脆公布他不怕了嘛，因为他已经赢了但是不管他有没有公布我觉得里面的条约的猫腻还是要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只是国内的疫苗采购我觉得立法院也应该去调阅国际疫苗的采购是不是跟国际的行情价是一样的。譬如说，我一直当年就听到一个传闻，但是一直没有证实的是 AZ 疫苗。AZ 疫苗国际的均价是80到100，但一直有传言我们是以高于非常多的这个国际均价去买到的。那这中间到底是因为要抢疫苗，不断的给人家加价？可是最后还是进到药厂，那我 OK， 还是说中间有 commission 流到一些私人？80到100是台币啊？对啊 ，AZ 疫苗的价格就这么低，便宜5块美金就有了。哎呦，可是他卖给你要80到100，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调查的当时我们就承诺台湾的选民，就是我们希望解密台湾。过去民进党有太多东西变成密件了，好像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明明都是很简单的事，进口个鸡蛋有什么好密件的？买个疫苗有什么好密件的？可是，在民进党的时候都变成是密件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那刚刚讲到这个卢秀燕，对，我想讲那个立法院这个蓝白到底能不能合作？我是非常支持赵先生提出的4个条件，不管你4个条件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提？要不要合作？要互相沟通、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但你现在好像就是拿翘，我有8席啊，看你们谁要哈。那谁要你这次就要听我这4个，下一次你要听我什么？我觉得这不是合作啦，这就像从业当时的蓝白在谈合作的时候，他就在开条件哦，我要联合政府，我要怎样，我要扮演永远的监督的角色。我觉得这样子有预设立场，没有让去谈，等于让蓝绿先丧失主体性了。我可以跟你讲，不变我给你绑架，给你勒索嘛。所以我们也要提4个啊，那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的话，那我宁可不要。那我觉得这才是对等啦。对，来，亮哥怎么看？我觉得民众党提这4个条件是在为他未来投票投给自己，不参与人事表决做下台阶用的啦。就你们都没有回应呢，所以你们并不赞同改革，所以我们不支持人事的合作。我们未来呢，每案都独立表决。那他认为跟任何一个党合作都会被绑住，他不要受到限制啦。所以未来不管是预算案、法案，他就是要有完整的独立性啊。那就逐案去表决。你认为他采取这个方法就不会有人骂吗？会照骂。我知了，可是他就决定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个声音越来越占上风了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讲鲢鱼效应啊，事实上鲢鱼效应在企管学上的定义是说，你要比对手强啊，你要有威胁的竞争力，然后才能让国民党、民进党产生压力嘛。可是民众党这8个人真的有那么优秀吗？不是这8个，这8个引起来的社会观感啊，笑人家哇来，我知了。可是这8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很强，本来就是啊，因为我很多我都认识啊。黄国昌我承认啊，黄国昌够强。黄珊珊呢？我不知道，我就不做 comment 啊。可是我是说，黄国昌这样就会有鲢鱼效应。那可是就是民众党要对他的委员做要求了，而且未来他们的投票绝对不能有跑票或开放投票，不然一下就会。一定要团进团出。对，一定要团进团出，真的是这样。阿亮哥请教，所以晚会一定要进来当主任。我要请教阿亮哥一句话，是这个黄国昌跟黄珊珊这副嘴脸啊，讲难听啊，讲好听就说这副态度，将来他在立法院里头会没有朋友啊？是啊，不是吗？我同意啊。谁敢跟他做朋友？惊死啊！立法院同事之间的相处，不是这种做，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中介人，叫陈晚会。好，解答了我们的疑惑，因为我刚刚还在问说晚会的下一步是什么，某种程度解答了我的疑惑。来，请教暐瀚。其实我们在讲说，民众党提出我的看法跟亮哥很像哈，其实就是自己要投自己嘛，找一个理由了哈。但是在问蓝绿两党对于国会改革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来问说，是不是你今天游锡堃或者是韩国瑜要选院长，你同不同意？你的政见是不是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懂，我已经3天到现在还不懂。观众朋友，你去问一下，过去王金平当了17年立法院的院长，他的政见是什么？苏家全还有现在的游锡堃院长之间是什么？我还特别去打了问了他们几位哦。一公道，他政见主持会议，那周院长连党团的那个活动都不能参加。以后我们要进行国会改革的时候，我甚至还不投票，怎么是我的政见？你把他当台北市长哦？你要不要拆掉忠孝桥？你要不要干嘛？他不是，他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有点怪。你要党团在讨论也不表达立场，对啊，所以你应该去问蓝绿2个党团，你们愿不愿意？愿意的话，愿意的话，我们就投给你们推出的人选，你们推出谁都可以，而不是说要这个韩国瑜跟游锡堃发表政见啊。民众党问他应该懂啦，这个有语病。我提一下，院长有权利要不要排什么案子，把它放进来，有这个权利。院长有权利。如果是大改革提出来，他可以不排呀，还有程序委员会。我再补充一下，我跟你讲，院长的厉害在哪里嘛？就说最后进入党团协商啊，大家各自相持不下啊，就说怎么排，哪一个要怎么样。那院长每次朝野协商都是主席嘛，他做主席，对，也是暗中给你敲东敲西敲好你看无？我跟你讲，对不？是不是？院长的力权力大得很了。好，观众朋友，关于高端的价格，下午的记者会有说明，我们来听听看。
疫苗采购的预算啊，那时候是采购经费是115亿元，那我们准备采购1500万剂，每剂700元去估的啊。卖方是最初报价是950元啊。那这边我们有协商，让整个从950元降到说，单剂量是881，多剂量是810元啊。那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的这个881跟810块，还有包括了一些额外的一个部分。好，这是在对外界质疑高端为什么这个高于700元的采购价，最后我们的采购价格是881元哦，他做了一些解释哦。那这个亮哥你怎么看？因为高端这个事情已经选完了，他们现在做这个解释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做这个解释，我认为可能是赖清德的意思啊，可能是赖清德的意思。那赖清德接下来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我认为赖清德就放手，该办就办，就是这样。事实上他等于是在开始清理蔡英文8年执政的包袱啦，他一定要做这件事了，因为国民党也会要求清算啊。那蔡英文难道蔡英文的论文不用公开吗？所以某种程度他也要跟蔡英文划清界限了吗？当然是啊，可是蔡英文还在位耶。不，他520才能够做这个事了。OK， 来那个。现在目前因为已经选完了啦，而且赖清德也当选了，那所以显然这个社会是希望他公开的。从头到尾，其实以后政府单位在签这个约的时候呢，应该要小心。如果他有商业上的利益，比如说全世界都要跟高端买疫苗，所以他有一个这个保密条款，那我觉得可以。但第一个疫情已经过了，第二个全世界也没有人跟高端买疫苗的时候，你那个继续保密的动作不但不合理，而且政府单位应该早就在签约的时候要有一个就是直接的一个。